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那个刷屏的育儿补贴。消息一出，说给3岁以下宝宝的家庭每年发3600块钱，大家一下子就炸开了锅。我当时也特激动，赶紧分享到我们公司群里，让那几位新手妈妈也高兴。说真的，这就像是在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里，突然有人给你递上了一瓶水，虽然不能让你立刻冲到终点，但那份被看见、被支持的感觉真的很暖心。不过冷静下来，我心里又有点五味杂陈。为什么呢？因为这瓶水的出现，恰恰说明我们这场马拉松跑得有多么艰难。这些年，我总在各种场合念叨老龄化、少子化，很多人听着感觉就像是远方的天气预报，跟自己没啥关系。但我想说，这根本不是什么远方的雷声，而是已经打在我们身边的闪电。我们整个社会这艘大船正在驶入一片前所未有的未知水域。这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更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是我们这代人绕不开的社会责任。这事儿也让我想起一位我特别佩服的人，梁建章。大家可能更熟悉他作为携程创始人的身份，但对我来说，他更像一个孤独的瞭望者。10几年前，当大家还沉浸在人口红利的喜悦中时，他就开始大声疾呼，警告我们未来的风暴。去年我在硅谷见到他，他现在很少谈论商业了，可一旦聊起人口问题，他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眼睛里放着光，充满了激情和忧思。他早就把这件事内化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今天我想借着他的很多深刻洞察，再加上我的一些思考，跟大家好好聊聊这小小的补贴背后到底是一个多么宏大又多么迫切的时代命题。咱们先来看一个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的数字，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是10年来第一次下降，比去年少了7万。你可能觉得7万不多，但你要知道，今年的考生是2007年左右出生的孩子，而从2016年我们出生人口达到一个顶峰之后，这个数字就开始了令人心惊的滑坡。有人推算，到了2040年，高考人数可能只有现在的一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的大学可能会为了抢生源而发愁，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朝气和活力正在被一点点抽走。一说到人口减少，我们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念头，可能就是以后没人给我们交养老金了，怎么办？这当然很重要，但梁建章早就说过，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人口减少最致命的打击，不是养老，而是创新。创新是什么？它不是某个天才关在小黑屋里灵光一闪，而是无数智慧的头脑相互碰撞，激荡出的火花。你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台球桌，上面摆满了上亿颗台球，每一颗都是一个充满想法的年轻人，他们高速运动，彼此撞击，每一次清脆的响声都可能是一个新点子，一个新模式的诞生。于是我们有了移动支付，有了共享单车，有了今天的人工智能。但现在这个台球桌上的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少，球少了，碰撞的概率和频率自然就断崖式下跌，创新的火花也就越来越微弱。这还只是供给端，再看需求端，我们过去常说，一个再小的需求乘以14亿，都是一门惊天动地的大生意。这个巨大的市场就像一个超级大奖池，吸引着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来这里淘金。可如果这个市场慢慢萎缩，而且结构上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那这个大奖池也会缩水，可能从1个亿的奖金变成了100万。你再想想，还有多少顶尖选手愿意来参加这场比赛呢？你看，年轻人减少，是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削弱了我们创新的根基。这把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才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那到底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答案其实大家都懂，一句话，生养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梁建章他们做过调研，
在上海养一个孩子到17岁，成本轻轻松松超过100万，就算在普通城市，也得50-60万。这还只是能算出来的钱，那些算不出来的时间、精力，被牺牲掉的工作机会，更是无法估量的。现在的年轻夫妻，就像是准备参加一场人生马拉松的选手，可他们还没起跑，背上就已经扛着好几个沉重的包袱，一个叫房子，一个叫教育，一个叫医疗，还有一个叫养老。裁判还告诉你，你跑得越远，背上的包袱只会越重。你问问自己，有多少人有这个勇气和体力，能坚持跑完全程呢？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真的要像梁建章说的那样，得靠国家这个强大的后援团出手了。说白了，就是用财政的投入来弥补人口的赤字。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发钱，就是帮这些选手们把背上沉重的包袱一个个拿下来。过去几十年，我们把大量的钱投向了高铁、高速、高楼，我们成了世界闻名的基建狂魔，这在当时非常正确。但现在路修好了，桥也建好了，我们最稀缺的资源变成了人。我们应该转变思路，把人，尤其是孩子，看作是我们最值得投资的核心资产，把那些育儿补贴、教育减税、亲子设施，不再看作是花掉就没了的福利，而是看作一笔回报率极高的风险投资。它回报的是整个民族的未来。你可能会担心，这么发钱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啊？这个担心很合理，但梁建章打过一个很妙的比方，他说，现在的经济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不是天上没下雨，水库里没水，而是连接水库和土地的渠道给堵住了，水流不进田里。换句话说，不是社会上没钱，而是大家不敢花钱，不愿意花钱。所以给有孩子的家庭发钱，就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是重新挖一条渠，把水直接送到最需要滋润的庄稼根部。你想想，这笔钱会立刻变成孩子身上的一件新衣服，一罐新奶粉，一张游乐园的门票，一次看病的诊疗费。每一次消费都是在为一家家企业注入活水，都是在为整个经济注入最宝贵的有效需求。看懂了这些，你可能就明白了，未来的生意到底在哪儿。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在从底层重塑我们的商业世界，未来的机会就藏在一老一小里。先说小，孩子少了，但每个孩子身上倾注的资源会更多，父母的消费会从简单的买个玩具升级成为孩子的成长投资。他们需要的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产品，而是一个能让下一代过得更好的解决方案。再说一个有钱有闲的银发群体正在崛起。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现在流行的漫游团，它不像过去的廉价旅游团，要么是特种兵式的赶路，要么是没完没了的购物，对老人的身心都是一种折磨。漫游团价格不菲，但它提供的是舒适、省心，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尊重和体面。上午打打太极，下午逛逛园林，晚上听听评弹，这才是老年人真正向往的生活。服务好一老一小，很可能就是未来企业能不能活下去的关键。那么，在这一老一小的消费决策链里，谁是那个最关键的按钮呢？是女性。一个家庭里，钱怎么花，孩子怎么养，大到买房买车，小到买菜做饭，几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离不开女性。所以，解决生育问题的最大难点，其实在女性身上。我们总说妈妈是超人，这话没错，但在现实中，一个职场妈妈更像一个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左手是工作的 KPI， 右手是孩子的体温计，头上顶着一堆账单，脚下还踩着家庭琐事的独轮车，这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所以未来的她经济绝不只是卖口红、卖包包那么简单，它的本质是为这位走钢丝的演员在下面铺开一张巨大的安全网，是为他省下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是让他可以从那根摇摇欲坠的钢丝上安稳地走下来。
无论是能帮你规划好一日三餐的配餐公司，还是能让你安心托付孩子的日托机构，甚至是能随时疏解你产后焦虑的心理咨询平台，哪个行业能真正为女性减负，哪个行业就有无限的潜力。这种改变甚至会延伸到企业和城市的竞争格局，以后大家比的可能不再是谁给的薪水高，而是谁对家庭更友好。我有个同事就跟我吐槽过，他曾经面试过一家各方面都堪称完美的梦中情司，结果最后他随口问了句产假政策，面试官瞬间变脸，那种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的表情，让他心里立刻给这家公司判了死刑。一个地方只有让人感到幸福，才能真正留住人。城市的竞争也是一样，未来的年轻人选择在哪里安家，看的可能不再仅仅是高楼大厦和经济数据，更是这里有没有足够的公立托儿所，有没有完善的母婴设施，有没有实实在在的育儿支持。谁能赢得母亲们的心，谁才能赢得未来。说回这次的补贴政策，我知道网上有很多人吐槽，说这是玛莎拉蒂5元代金券，说一年3600块，连奶粉钱都不够。这些情绪我完全理解，但就像我的一位年轻朋友说的，人口问题可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所有事情里唯一一件真正不可逆转的。经济会复苏，关系能缓和，但一个社会的老去就像人的生老病死，没有哪个国家能真正逆转它。正因为它如此艰难，所以任何一点点的努力都显得尤为珍贵。这次的补贴无论钱多钱少，它更像是一个姿态，一个信号，它表明我们终于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并且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这第一步也许很小，但它已经迈出去了，而这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